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邻国南韩这个国家哦，因为经过了一番戒严的动荡，那最新的状况是什么呢？尹锡悦还在做困兽之斗，的确弹劾成功了，可是因为政坛还在震荡中，所以韩股今天没有股涨啊。本来以为说，终于可以再补涨回来了，可是没有哦。一开盘的时候涨了一点点，不到1%，立刻又往下掉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它还是翻黑震荡。那整个政治在动荡，当然会拉垮它的经济哦。那另外我们知道呢，尹锡悦的弹劾案啊，尽管国会通过了，可是要送到宪法法庭再做裁决。韩国宪法规定要在180天之内做出裁决，所以一般预计呀，可能明年8月，如果一切顺利的话，8月才会改选总统哦。所以那是最晚。那是最晚，对，那是最晚，那就是180天，这个宪法法庭它可能很快就做出裁决哦，可能在2个月内、1个月内哦，就不知道，因为这个时程如果最晚的话，如果它真的拖半年，那最晚8月就会选总统，才会选总统。可是那个时间点就是时间拉太长了哦，那这个国家的这个经济啊，各种的这个言论啊，各种的震荡，他们能不能够承受得住？那可能的情况有好几种，因为现在尹锡悦他没有下台，他还是总统哦，那我们看到，包括南韩的特别侦察本部，其实已经发出传票，要求尹锡悦到案说明，可是他拒绝，他没有现身呢，因为他的说法是说，我是总统啊，我行使戒严啊，这个不受司法审查，他本身是这个检察官哦，所以他很懂法律啊，知法玩法哦。那另外一个这个情况。是不是有可能他还要拼翻盘？因为大家知道尹锡悦现在又任命了一名大法官，他提名了一名大法官，他是不是想要在这个宪法法庭来求翻案？现在只有6个这个在任的大法官是最低门槛嘛？如果其中有1个人，只要有1个人反对，他其实可以起死回生哦，就跟上一次这个卢武铉一样那样子的状况。那另外我们看到呢，包括这个执政党的党魁韩东勋已经辞职了。他说，弹劾总统是让人痛苦的决定，可是我不后悔哦。的确，他们党内其实也有人反他哦，很多的政治斗争都在台面下在运作。另外我们看到最大的在野党的党魁李在明有可能会登上总统大位吗？的确现在看起来他的民调是高的，因为2年前他跟尹锡悦在竞选总统的时候，他只输给尹锡悦不到1%所以2个人非常接近。我们看到李在明有提出一个国政协商机制说我们跟这个执政党一起来做一个类似共管，可是执政党拒绝了。李在明的说法是说，现在呢代理的总统叫做韩德洙嘛，我不会弹劾他，可是我们是不是可以跟朝野一起组成国政协商机制？那现在看起来执政党不希望分享他的权利。那执政党现在他的党魁下台了，他的党鞭全信东说我们希望在野党协助我们啦，可是执政还是由我们来做就好了。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对峙，让南韩的民众企业人心惶惶。我们看到有一些民众说，戒严令之后，民众产生了创伤后压力症候群，有人会失眠、不安，半夜会惊醒，打开手机看看，天哪，是不是还有别的戒严？天哪，我们的政局还稳定吗？你看到58岁的一名受访者就讲说，每天凌晨2点我都没有办法入睡到2点前，即使好不容易睡着了，中途也会醒来看看，很担心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就会打开新闻来查看。其实最好方式就是把电视关掉，把手机也关掉。那另外我们看到有一些年轻人去参加烛光集会，那看到他亲眼看到总统弹劾案第一次不是被驳回吗？他非常震惊。那同事们啊，在办公室啊都会谈，所以大家是很关心的。你看到一次几十万人聚集在汝矣岛，这是他们的国会外头，这么冷的天气，这么低的温度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像是这个地方当局已经有做一些紧急封锁的手段，因为担心人太多发生意外。那韩国的外国企业也很担心，他们本国企业也很担心，因为担心未来政治可能会有新的一波的清洗。那对于美国跟中国现在正在进行非常高强度的贸易战，会不会变成夹心饼干？那未来的领导人会想向中国倾斜吗？或者是修正现在完全向美国倾斜这样子的一个政策？所以企业家都抓了蛋。
而另外呢，我们看到北韩的反应又是什么？北韩在戒严令通过这个弹劾案通过后2天才有一个动作。北韩第一次报道说这件事情叫做叛乱头目讲的是尹锡悦我们看到呢，这是北韩的国营媒体第一度报道南韩弹劾尹锡悦案。说是这是一场充斥着虚伪和无赖的骗人游戏，因此引起了政界和社会更加强烈的反抗和愤怒这是北韩这次其实蛮安静的，现在才有一个声明。来请教亮哥，尹锡悦，我觉得这个宪法法庭虽然6票一定要全票才能够通过可是我认为几率还是很高啦，因为戒严的理由，人家认为他是违宪违法。而且是涉及内乱罪，这个有史以来第一个因为以前卢武铉跟那个卢武铉是贪污嘛，那朴槿惠是闺蜜们，这个等级差太远了啦。而且那个他颁布戒严的过程涉及违法违宪，证据其实还蛮明显的。比如说第一个，他没有举行正式的国务会议那第二个就是你戒严的内容有问题你怎么可以把国会议员抓起来？因为他应该是要48小时内可以去集会嘛，而且又传出他有逮捕的黑名单，那这个更严重了，甚至现在韩国绘声绘影一大堆啦，甚至说要导演暗杀，然后弄成是北韩介入。我跟你讲我认为在这种氛围下，你这个宪法法庭这6个人，如果有人敢投反对票，我认为韩国一定又开始全面的大乱，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变数倒不是尹锡悦的宪法法庭，变数是李在明会不会有事，因为李在明4月选举，目前有4个案子在审，而且已经有一个案子有刑法罪判1年，那如果因为韩国规定你只要刑法罪，即使是缓刑，10年内不得参选总统，所以。我觉得韩国现在为什么股市不敢涨，就觉得两边最有力量的人都可能不能选可能都有官司。那以后出来选的人，因为赶鸭子上架嘛，选举时间是60天内，所以很可能就反正就戳出一个当选人了。可是他并不是党内颇负声望的人，所以现在就有人在猜那个韩德洙那个总理搞不好。当了总理，当完了就来选总统因为韩东勋也没啦，尹锡悦也没啦，那不就是我了吗？所以我坦白讲，大家比较怕的是这种，就是李在明也没了。所以我昨天看到韩民族新闻，就韩国的报纸他说尹锡悦的弹劾并不等于李在明的崛起。我觉得韩国人大概也开始想到这个问题了所以这个会很麻烦。所以那你也知道嘛，当你的国家的政治力量没有办法做比较强有力的整合，你1月20号就碰到川普了。那川普那种冲击，我看每个国家都在有所准备吧。那这个时候给人家感觉就是中国的体制就比较集中嘛。所以他搞不好要因应川普，就比较会有节奏了。那如果韩国碰到这个状况了，怎么办？那我们台湾也一样我们台湾也是朝野在乱嘛。那你面对川普，我现在没有看到我们台湾明显的那个对策了我们现在只有知道台积电送过去了这样还有救 Intel 然后因为听说刘德英可能会接 Intel 的董事长真的听说啦，所以有人在猜啦，就是说台积电是不是会对英特尔的晶圆制造的部分做部分收购因为两边是通的嘛，那就合理了。那台积电又今年不是要去美国开董事会，那显然就是有机会跟川普见面嘛。我认为川普一定会见台积电嘛，他现在都没有看到台湾，他都只看到台积电。对，所以这个恐怕是这个赖清德会感到委屈的部分，他真的只看到台积电，那现在就只看到中国嘛、墨西哥嘛、台积电了，大概是这样。OK， 来请教彬哥。我觉得南韩这个乱局恐怕还没那么快解决，因为现在尹锡悦就在抵抗，人家要去他搜索他，他也不去；叫他到案，他也不到案。
那他大概就是躲在那个官邸里头，就做这样的抗拒。那我不知道，因为南韩的法令我比较不熟悉，总统可以直接逮捕吗？不行，好像不行吧？不行，对不对？所以这个真的很麻烦啊，因为这个僵局如果没办法解，一拖时间越拖越下去，南韩的脾气那么冲动，我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啊。那问题是看起来尹锡悦就是硬是要这样对着干。我也认为这个大法官应该没有人敢去投反对票，因为现在所有怒火集中在尹锡悦身上。如果有一个大法官敢投反对票，所有怒火就会集中在他身上，他大概就倒大霉了。那问题是现在看起来是群龙无首，因为这个韩东勋，因为他们国民力量党的中央委员有5个辞职了，因为他们的党章规定4个辞职，党主席就要解职，所以他辞职了。那韩东勋其实在国内声望也不高，讲实在话，大概未来出现的几率也不高。那之前有一个比较有一点声望的曹国，他议员身份已经被解除了，也是因为判刑，所以他被解除了。那李在明呢？现在有人说，搞不好那个法院会加紧审理，就赶快判他罪。很麻烦啊。对啊，有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那到最后他搞不好也就失去身份。那韩德洙呢？抱歉，韩德洙在韩国的声望其实也不高。所以就变成一个群龙无首的这样一个状况。那南韩这个乱局到底要怎么解决？真的是我觉得蛮困扰的。这个当那个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人形成暴乱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高。这个是很危险的。所以你看，人群越聚越多，其实只要人多聚在一起，那种焦虑感就会自动上升。所以到最后会演变成什么情况，真的很难讲。所以我是希望韩国最好当然不要太乱。虽然韩国有的时候乱对台湾有点好处，可是太乱下去也会影响到整个东亚的局势。我想美国也不乐意见到这样的结果。那导致我觉得这一次最有自制力的人就是金正恩了。对，他一直都没讲话，直到昨天才终于官媒在讲。而且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不止他讲话又害了李在明。对啊，他讲话刚好给尹锡悦借口，就把在野党抓起来。对，而且不只是金正恩没讲话，大家没注意到，连那个很爱讲话的金宇镇也没讲话。对，这个他们2个超级克制，非常克制，非常理性。他们这一阵子连那个大便气球都没放，非常克制。那我觉得他现在大概是觉得局势已经差不多明朗，所以他才发了这一篇。对，那我希望他看得很准，就是赶快尘埃落定吧。我觉得尹锡悦如果再直接这样抵抗下去，只会让他自己的国家陷入更糟糕的混乱当中。来请教严老师。我最近正在写一个有关非洲这个前2年军事政变啊，然后之后今年是一个民主国家大选，大概12个国家里头有6个换党，就是对执政党不满。那而且这6个都是有民主机制的国家。那前面那6个呢，都是那种威权体制，一党独大，你就知道不可能发生什么变化。我们就看到，就是说，这个就是当一个民主国家有机制的，他一定希望透过选举，就是换人做做看嘛，这没有问题。但是当执政党拒绝不下台的时候，像过去有些这个威权体制国家，这时候军事政变就会发生，有可能。那我现在看韩国，我最紧张的就是这一点。就是现在看起来，那个尹锡悦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很像，对不起，很早以前我们讲的这个李承晚的动作一样，他那个时候要延任第3任，然后引发了很多冲突，学生抗议，好，最后他真的还是离开了，可是呢，后面就真空了。你上来，譬如说，我们就刚刚大家讲说韩德洙上来好了，这个总理就是一个这个技术官僚，根本不是政治人物，你怎么去领导？当年就是尹普善就不行，到时候就很乱嘛，继续乱嘛，因为韩国就是2股势力在对抗嘛，左右2块，所以到最后就被推翻了。那同样崔圭下来一次也是一样啊，当这个朴正熙被刺杀之后，这个总理上来暂代总统，控制不住，最后就全斗焕上来了。所以这个当然现在以韩国过去30年历史来看，我们希望是不会发生。但是今天你南韩国这个左右2派对峙，我们也看到尹锡悦还是有很多支持者哦。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到时候真的会乱很久的话，很有可能你就变成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军方介入，可是军方最后必须介入。而且韩国我现在看的这个状况，就是你所有的领导人，其实大家也不要50步笑100步，每个人的贪腐，每个人的什么秘密账目什么这些都有嘛。
贪腐的状况都很严重，所以到底怎么样才能够找出来一个共同大家愿意接受的？大概只有一个新的一个政党的人我觉得下一次选举搞不好第3党的终于有机会了。过去他们有企业界的人士，可是企业界也是在这个政治这个现金啊上面常常也是不干净。真的找不太出来比较干净的，我觉得是韩国面临最大的挑战。对，的确哦，这个未来会怎么样，我们现在还在密切关注。不过我们来看美国的新局面，川普还没上任呢，他的门前就络绎的不断的有人过来拜访，我们看到都是大的企业家哦，都是大咖。包括你看到苹果的库克啊，他到海湖庄园哦，跟川普2个人面对面共进晚餐哦。那包括你看到祖克伯、贝佐斯哦、奥特曼这些科技大咖，通通跑去看川普，通通跑去拜访他哦。那当然哦，大家会希望说，在这个所谓的很多的企业啊，各种的任何的这个关税啊，是不是你能够松动一点，不要踩这么硬？可是川普说，我坚决不让步哦。很多人都跟他讲说，你再考虑一下。他说不行哦，我已经决定了。可是真的会踩那么硬吗？这股气氛也影响了民间，像是最近美国人很疯狂去买东西囤货。担心因为关税人回来了，你到时候关税变高，我一些日用品要买的成本就变成很高所以你看到民众啊，这是美国民众跑去买洗衣机、吸尘器、咖啡、橄榄油、保养品万物都买，万物都囤，反正他们房子大嘛都囤了1年份的货。那川普有出手吗？包括中东的乱局，据说现在呢，川普已经在协调了川普跟以色列的总理通话讨论。以哈换球还有包括叙利亚局势，我们看到纳坦雅胡说，对我们已经有讨论了，以国对冲突没有兴趣在叙利亚采取行动是为了打击潜在威胁，避免恐怖主义接管边境，所以我进去叙利亚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企图白宫的像是川普的发言人就说，我不能再讲更多的细节了，因为川普其实13号的时候接受《时代》杂志的专访，他有讲，我不相信任何人。包括纳坦雅胡在内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有人就各自解读了。而另外，其实以色列的动作蛮大的，他趁机趁乱扩大占领戈兰高地打算把更多的定居者把他这个引导到这个地方去屯垦。那部队也在黑门山长期驻守，所以你看到叙利亚的反抗军的领袖就讲说这个太过分了，已经踩到我们的红线喽你继续如果在这里的话。那另外，我们看到阿塞德倒台之后，叙利亚在内部的争端跟外国势力的介入之下，可以说是4分5裂。包括你看到美国也在轰炸美军在这里也有基地。美国现在已经考虑承认新政府，联合国也在考虑在跟新政府接触。土耳其更是打算提供新政府军的军事支援所以恐怕未来大家都会跟这个新的政府来做交往。那在乌克兰的部分俄罗斯说这个有大量的北韩军人进去，这是来自于泽伦斯基的指控。他说这么多的北韩军人来攻击我们，所以战争已经升级了。而另外呢，德国的总理现在是把这个计划在选举中本来是说有一个向乌克兰发送金牛座导弹这样子的计划，他拒绝。那他说这个绝不从德国的这个国防军库中交给这个所谓的金牛座巡航导弹武器的交付应该谨慎并且有分寸所以他往后退的意思是什么呢？斯洛伐克总理也说如果你乌克兰不损失你的领土，你想要和平恐怕很难。现在泽伦斯基是希望能够加入北约。好，我们来问问看两个。科技界跟川普吃饭，我觉得这没什么啦，因为他的政策难以预测嘛。所以就反正就抛个脸，大家建立一个情面，这样100万算什么对不对？人家马斯克一捐就1亿耶，对不对？所以你100万，川普根本就不会记得啦，不会记得啦。不过我觉得川普的政策也就快要明朗了啦。这个，因为基本上那个商务部长就负责科技制裁的商务部长那个 Rudnick。实际上也是业界人士那贝森特、索罗斯基金的操盘人，也是金融圈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不会太离谱了
那另外还有一个超级大咖叫做马斯克啊，对不对？所以除了马斯克的这个企业界的竞争对手之外，那其他人应该不用太担心了。如果是马斯克的对手，那大概死定了这样啊。比如说 NASA 摆明的就是要跟马斯克合作了啦，这已经非常确定了啊。那另外啊，我觉得目前这个叙利亚的局面，大概最大赢家就以色列了，因为以色列就趁机从戈兰高地就出去，那把那个叙利亚政府军的比较高规的军备全部都给摧毁了，哦，就是跟俄罗斯、中国买的比较贵的军备，它全部都炸掉了，啊，那坦白讲啦，我现在国际盛传呐，说这个 HTS 其实跟以色列本来就是合作关系哦，啊，因为他有犹太人的血统哦，真的哦，对，那个 Jolani 啊，然后还有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有点复杂啦，大家不要以为那个比如说 IS 啊它是从 IS 拖出来的嘛，然后以色列事实上在叙利亚这个地方一直跟盖达组织有合作关系。那大家都觉得难以理解嘛，因为盖达不是搞那个911的吗？恐怖攻击。对，可是相对于在 IS 这个圈子里面，盖达还算温和派啊，所以以色列还是在里面找到一些杠杆啊，所以长期以来，人家就认为盖达跟这个 HTS 跟以色列是有合作关系的，程度不一啦，有的是给医疗的援助，有的是给钱，有的是给武器啊，程度不一啦啊。所以我那天就看到一个画面嘛，那个 Jolani 看着叙利亚政府军都被炸嘛，都是以色列炸的，没有表情。实际上是在叙利亚境内，他没有表情。他不是说很过分，踩到红线。不啦，那个他必须这样讲啦，因为我跟你讲，他以后会很难做人的啦。因为他未来就会面对，比如说伊朗现在是碰到最大的困局，因为伊朗如果不能够经由叙利亚到黎巴嫩真主党，那他这个实验民兵整个系统就被切断了。那伊朗能够接受吗？那这个已经引起伊朗内部的辩论。就伊朗也有一些温和派、务实派了，就说我们已经跟沙特阿拉伯和解了，何必再去搞实验民兵？我们就跟沙特阿拉伯那个阿联酋变好朋友了嘛，而且还有中国做保证。所以我这个还需要吗？因为这个也要花蛮多钱的啊。那另外一个是土耳其，土耳其也是虎视眈眈啊，因为他看到阿萨德倒了嘛，那因为那个北部库德族啊，可是那一群就是最凶的，搞独立运动最凶的啊。那事实上他们的人口也不多，可是他会联动到土耳其境内的库德族，所以土耳其也是想出兵去打库德族。那如果土耳其要打库德族，那就会得罪美国，因为美国跟库德族是结盟的，所以美国也离不开啊，所以川普认为美国不会介入叙利亚，你错了，很难。我跟你讲啊，川普事实上所有的预言，外交的预言，除了退群之外，我认为没有一个会实现的啦啊。比如说叙利亚，美国现在在那边有2500人，他不能退出了，退出土耳其就打进来了，啊，那还有另外，现在俄罗斯暂时离开那个海空军的基地，可是他非回来不可，因为俄罗斯如果没有叙利亚这个基地啊，他中东没有着陆点啊，然后那个黑海舰队要出来，一定要经过土耳其啊，那两个海峡嘛，啊，那如果土耳其不让你过来呢，所以他一定要有一些军舰跟飞机放在这一边，那军事基地更那个空军也是一样。他如果要去北非支援，他需要这个基地，所以俄罗斯大概也会回来跟 HTS 再来谈呐，说不然我给你多少钱呐？你让我在这里。对，然后 HTS 没有那么强，事实上是因为经济崩溃，阿萨德政府军整个溃败，他并没有那么强，他并不是打赢的啦，而是他来发现都跑了。政府军弃守。对，可是这个经济就是个烂摊，因为它比较有价值的部位都被占领，比如说库德族占领的矿产，美国占领的油田，那俄罗斯占领的港口嘛，你怎么办？所以我认为未来这个局没有那么容易解了。还有的看。好，我们进一下广告。
们请教彬哥怎么看中东的乱局？现在纳坦雅胡表面上是说他没有领土演习，没有什么东西，但是我觉得他就到时候站了，老实不客气，他就待在那边不走，不走了。因为以色列向来都是这样，他等到未来国际局势有变再说。因为他以前也曾经占领过，这次只是又回来而已。那所以我觉得态势就是这样，以色列向来很厉害，会利用这种国际的形势，帮自己站到最有利的位置。那现在刚好叙利亚这边大乱，没人管了，那他就当然就进来了。那现在美国说他们可能考虑要成立沙姆这个政府军，我觉得这个恐怕有点问题，因为以前美国是把他们直接认定是恐怖组织的，那现在你要直接转向把它认定是政府军。我觉得这个好像也有点难，而且他执政啊，对，但是问题是，其实这个沙姆军他也并没有控制整个叙利亚，叙利亚还有好几个地方是在别人手上，对，所以这个其实恐怕，我觉得美国恐怕会等一阵子再观察吧。那叙利亚这边就是一个乱局，那美俄是都不会走，那其他现在就看伊朗要不要重新再回来，那土耳其是一定有机会，他一定会去打库德族，所以这个地方乱局还是非常大，恐怕我觉得不是短时间之内会弭平的，恐怕会拖得比乌俄战争还要久很多。对。那至于说乌俄战争这边呢，现在就是有传出来，北韩军人好像正式出来。那跟我预想的一样，他现在就是主要是在库斯克那个方向，因为这个比较合理，就是说，因为北韩大概是以协助，就是那个朝俄同盟这样的一个关系去协助俄罗斯，所以他在他的领土帮他抵抗所谓的入侵是 OK 的。如果他直接出现在乌克兰，那情况又会不一样，就变成说他直接协助俄军入侵乌克兰，那整个意义就完全不同。那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实还有待观察。只是你说现在泽连斯基还期望这些北约国家能够再给他多大的援助吗？虽然你们可以看到，就是最近在波兰那个地方，包括挪威啊，他们几个国家都把一些防空系统啊什么都搬到波兰去，然后还传说要商议是不是要征召9万人，然后就是去协防哦。可是问题是都还停在波兰那个地方，都没有再前进。他们所谓的防空也都是防御在波兰这个地方，所以我觉得那个态势不太像是要直接去援助乌克兰，反而更像是怕乌克兰这边有变化的时候，怕俄罗斯会继续往前叩门，所以先在波兰这边做下一个防御阵线，然后就是警告俄罗斯不能够再越雷池一步。所以我看这个乌克兰要得到在很多的实质的援助的可能性是不太大，他大概唯一能够期待就是拜登临走前最后这一小波，看能够拿到多少东西。可是光靠这些东西，大概是没有办法让他支撑到很久的时间哦。虽然他们自己号称说，就算没有美国，他们还可以再打半年，可是问题是半年之后是不是就是乌克兰整个都被俄罗斯吃掉？因为你如果没有美国帮助的话，那个情况看起来是你要独立支撑是非常非常不妙的。那至于说川普呢？川普现在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变数，没有人知道他要干嘛，而且他看起来就是要一意孤行。所以你是美国人，你会不赶快囤粮吗？是我也会，因为我觉得川普一定会先干，他干了之后，除非整个情况不允许，他才会再调整策略。所以我觉得这聪明的美国人这时候不囤，你就到时候就要，对你到时候就会自讨苦吃。OK， 好，我们进一下广告。物价一定。好，我们来请教严老师，怎么看纳坦雅胡现在的一个发言？我觉得我过去研究这个欧洲的历史啊，然后每一个国家啊，他们在历史上面都有一个现在的领土多大，然后有一个叫做 Greater 啊，比如罗马尼亚 Greater Romania， 我现在觉得好像有一个 Greater Israel 啊，就是他认为他应该需要的是多少？那是不是因为你川普几年前已经认定说戈兰高地不需要还给这个，就是不是叙利亚的了啊，是可以是给以色列，所以他现在就等于实质占领。就是你川普当初你讲了这句话之后，那等于是有了让这个纳坦雅胡有更多的正当性，今天就把这个
戈兰高地占领下来，然后你就去搞屯垦，然后最后呢又是继续有这种冲突，因为你赶走的叙利亚人以后就会进行恐怖攻击，然后说哇我的平民啊，你们是放人进去屯垦嘛，然后受到攻击，然后就我觉得这个冤冤相报以后就没办法结束啊。那叙利亚现在状况确实就是我们最担心的，就像当初美国进伊拉克一样，你把海珊给推翻掉了以后，哇，发现新的恐怖分子全部进来，海珊在的时候还没有啊，结果你现在造成一个权力真空的状况。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前次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资深媒体人夏涵冰，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政大国关中心兼任研究员，这个严正生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赶紧来看看呢，我们台湾到底要往哪个方向走？现在看起来往科技岛的方向走。赖总统说了，要做 AI 的这个大国哦，变成全球科技领导国家。这个名字看起来非常的大哦，非常的高远。那要花多少钱呢？过去我们看到哦，明年过去每一年大概都一两千亿的这个预算，那今年比起去年要增加77亿。赖总统说，这个是代表政府对科技产业的重视。可是我们看到呢，包括其实科技业本来就很花钱哦。举美国来说，美国每一年都花将近2兆新台币来投资 AI 的产业，所以我们只多77亿这件事情哦，我们看起来钱蛮大的，或者是1、2千亿，可是跟全世界比起来，其实是非常小的钱哦。这样子就可以变成全球科技的领导国家吗？可能有人要打一个问号。而另外呢，我们看到包括我们的这个台积电哦，是国人的骄傲。可是现在台积电说要出手拉英特尔Intel 一把。那很多人就觉得奇怪，这不是互相竞争的2家公司吗？怎么要拉他一把呢？要帮他们的员工培训先进的制程，这样对我们好还是不好呢？台积电的说法是说，英特尔是我们长期重要的客户哦，所以呢，我们投资他们或是拉他们一把，对我们其实也很好哦。那台积电协助英特尔的员工培训先进制程是一种误解啦，这是误解哦。我们这个双方其实是一种合作，现在在做密集的设计的讨论。而另外呢，我们看到呢，路透有一个新的报道说，美国打算新规有一个新的规定出台，要防止中国获得 AI 晶片。那豁免的一些国家的名单里头有我们包括你看到19个国家，有日本、荷兰，那台湾据说也会被列入这个豁免的名单里头。川普即将上台了，全世界都在猜他上台之后实际会怎么做。CNN 有一则报道，他呼吁我们台湾可能要自保喽因为呢，川普让台湾猜不透，甚至在竞选的期间呢，大家都看到了，说我们台湾偷走了美国的半导体事业，所以台湾要自保，并且呼吁我们强化跟川普政府的互动，巩固美国的支持。所以 CNN 是看到了哪一点呢？是我们的弱点吗？而另外，我们来看到这一则独家报道，来自风传媒，说警察在备战了戴美国陆军特种部队的贝雷帽，这是保2总队神秘的特勤队精挑细选了24个人完训而且可能这个会用夺回遭到敌方部队占领的关键基础设施为目标，所以我们的保2也要变成特种部队了吗？所以军跟警要融合吗？今天我们看到国防部又有一个新闻稿出来，说是地表最强的 M1A2T 战车运抵台湾了，而且是在深夜运抵台湾。透过画面大家来看，这是国军向美国购买的108辆所谓地表最强的 M1A2T 战车，第一批是38台，您看到今天出现在台北港并且直接运往新竹湖口重装
这个叫做庄训部这个地方，那这个说是对我们台海包括安全上面的防卫有着不可取代性就非常重要。那另外呢，我们看到美国学者就讲了，中国第一岛链的军演模拟封锁台湾，阻外国介入其实过去呢，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学者也都讲到类似的话哈。我们看共军的部署台海周边，可是没有宣扬，讲的是过去这一段时间日本的官员就讲中共创造新常态。他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未来每天都要做或常常要做的，那这是台美的新挑战过去大家就讲说他是在做军训，还是在做所谓的演练或者是所谓的军演他让你摸不着、猜不透，可是未来会变成新常态。这是来自于中共党媒《环球时报》旗下的微信号枢密院10号他就贴出这一张图。他说，在台湾南部的海域，您看到两岸有10艘战舰密集的在我们南部海域对峙密集对峙而且他都把它画出来的蓝的、红的就是两军对峙的状态摆出了看起来有一点紧张的一个氛围所以这个对照日本官员讲的，以后像这样子的对峙就是新常态，他让你习惯。亮哥同意吗？这个对峙是有点定义啦，因为美国就不是这样认为，我们认为嘛，因为它那个幅度已经高达1000公里长度了，宽度，第一岛链、第二岛链都包括在内它不是只针对台湾啦，可是很不幸啦，台湾都会有感觉啦，就是这样嘛，因为中美的斗争，当然也包括第二岛链也包括日本也包括南海那就都在你周边所以，如果我们台湾都有感觉，那我们就无时无刻不处于这个状态对不对？那赖清德讲到那个科技预算，这个1965亿我们也不讲别的啦，我们就讲具体的别的国家的数字了。中国大陆2024年光是人工智能的市场的支出就170亿美金那是相当于5兆台币。因为事实上人工智能，美国更是如此啦，都会有那个带头的跨国大公司来投资嘛比如说美国有亚马逊谷歌一大堆啦美国的金额当然更超过大陆，而且《工商时报》的新闻，2027中国的 AI 投资规模。那可能就会到了350亿美元以上，所以你这个可以让你感受一下，你台湾落差到什么程度了。现在大家当然公认第一是美国嘛，第二就是中国那我不知道这样的钱1965亿美元，大概你折合美金大概也只有60亿美金那我不知道台湾可能就要。是不是选择特别的领域啦之类的啦？因为它领域很多嘛所以这个还有待我们这个科技部进一步说明我们台湾事实上 AI 目前大概比较是世界级的公司都是做伺服器，其他有什么代表性的公司？你说给我听。台积电不是它是半导体嘛，对不对？那这个可能就是我们的问题就是 AI， 我们有哪一家是世界级的公司？事实上，这个跟互联网有关系。请问台湾的互联网有世界级的公司吗？事实上，我们从互联网开始就整个掉下去了所以这个就是要追，难度非常的高了你也许可以做部分的硬体了，这个有可能比如说那个英伟达那个 GPU， 那你要跟它接上嘛，这个有可能。可是你就是属于零组件的供应商所以我坦白讲，要追美国跟中国，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了，因为连欧洲都放弃了，欧洲都追不上了，你更不要讲台湾了那这个川普让台湾摸不透他实际上这个台湾也不要感到特别委屈了，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摸得透了所以你说，可是因为台湾特别涉及两岸的安全的问题
所以 CNN 也是讲良心话啦，就你台湾自己要注意啊，那这个当然就牵涉到我们对赖清德的国安团队能力啊，还有对事情的判断啊，你是不是认为你可以接受？比如说这是双城论坛他的做法你认为这样会有利于保卫你自己的安全吗？比如说上海台办主任不能来嘛，对不对？然后你那个广东公安抓了3个一贯道的道亲，你可以发现海基会几乎拿不到讯息。事实上，人家已经聘了律师了，我们仍然没有讯息。你说家属已经聘了律师，道亲都有律师啊，已经进入司法阶段，去年10月就抓了、去年10月， 10月，今年10月，今年10月就抓了，所以已经1个多月了。所以他们这个就是组织已经帮他请了律师。当然是啊，因为都是很资深的道亲嘛。对。那比如说复查8期那个复查，那2年前的案子，你不觉得罗文嘉一副就是没有进入状况的样子？而且还要国民党负责。这怎么不？这双城论坛怎么可能扯到这个问题嘛？我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给人家的感觉就是，你国安对于是不是演习，这个不是联合利剑溪，那你说这个是1996年以来最大的军演，那美国不认为这样啊，日本也不认为这样啊，因为日本人是有几艘船进入日本海域，他都会公布的，那轨迹图也会公布的。我们台湾我没有看到轨迹图啊，你就只有说，哎呀，可能高达100艘啊，很紧张啊，那到底是什么嘛？所以美国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他跟我们的国安单位有不同的看法嘛。那这样你是不是放心嘛？这就是问题嘛。来，彬哥，我是觉得我们当然要发展 AI 相关的产业，可是你就丢这么一点点钱，然后就告诉我你会成为世界之最。这个会不会太儿戏了一点？我真的觉得匪夷所思啊！因为其实不久前我们的郭部长才说我们要超新赶韩。你知道台湾现在在 AI 全世界排名26，新加坡是第3，韩国是第6，然后我们这样子，他说4年之内就要超新赶韩了。你就投资这么一点钱，怎么可能？你是怎样？台湾的钱比较值钱，还是怎么样？我真的觉得不要老是用这种画大饼欺骗的手段，这是没意义的。很快西洋镜就会拆穿了，大家就知道你做不到这件事情了。所以我真的觉得不要再自欺欺人，还是务实一点，老老实实去做，告诉大家台湾现在现存的地位在什么地方，然后我们未来的愿景是什么，慢慢去做就好，不用去搞这些有的没的。那至于台积电的东西，虽然他们这次澄清了，可是老实讲，摆在眼前的事实就是台积电的先进制程在逐渐输往美国当中，这个是摆在眼前就是这个样子啊。当初不是答应我们最先进制程都不会过去吗？现在不是一点一滴都过去了吗？那请问一下，未来怎么解决？当美国的台积电如果都取得了我们最先进的制程之后，台湾对他们来讲还有多少重要性？所以我真的觉得政府应该给我们一个答案，不能老是让我们悬在那个地方。那川普老实讲啦，没有人知道他要干嘛，所以就等他上任之后再说吧，不然还能怎样？不然你难道他真的是要杜鲁道变成美国第51州吗？也不可能嘛，对不对？然后他真的是如他所想要对全世界打关税战嘛？这个看起来可能性也不大，但是他到底要做什么？他的价码到底在哪里？他预备做到什么地步？我觉得我们也只有瞪着眼慢慢看。那至于说 M1A2T 来了，当然是好消息，终于等到至少这几年总算看到有一个比较实质的东西来，但是也不要去讲什么地表最强，你唬谁啊？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公布的资料是什么63吨？实际上你去看资料，美国版的 M1A2 是64.6吨，为什么差1.6吨？你知道？因为我们没有平右装甲，所以我们的装甲是降级版，然后我们没有平右穿甲弹。M1A2T 最强的武器是它的平右穿甲弹，我们没有，我们就是一般钨钢弹头而已。所以我们的攻击力跟防御力都比正版的要差。所以什么地表最强，不要唬人了。而且现在的战争早就已经不是主力战车的时代，这乌俄战争都演给你看啊，现在都直接用无人机开罐头啊。所以我们面对未来非常有可能出现的无人机大战，我们做好多少准备？
我们的发展在哪里？这才是政府需要告诉我们的。那至于这个，我发现民进党洗地真的洗个没完，一直不断的要去告诉大家说，老共演习啊，老共演习啊。其实日本、美国、菲律宾都全部打你脸，告诉你没有这个演习，就是你一个人在叫，拼命在讲有演习，这不是很奇怪吗？日本说一切如常啊，解放军动军一切如常 ，AIT 直接还告诉你说，如果真的是演习的话，也不是冲着赖清德来的。那你们到底要怎么样呢？我真的觉得你是有被害妄想症吗？天天幻想人家要来打你。来请教严老师。我想第一个就是你今天看这个，我们要这个变成一个所谓的这个在这个全球科技的领导大国啊，在这个AI 方面，我自己的想法就是说，这个有一点点像是什么刚刚讲说超过新加坡、超过韩国，让我想到这个50年代中国大陆的大跃进。就是要超越英国、美国变成这个，然后你就去烧一些东西，就觉得你的这个钢铁的产量可以超越，有一点点在搞这种愚民的这种政策。那我觉得这个是最糟糕。而且我们为什么现在台湾应该要我们应该要务实一点想，不要每天讲都是领导国家这个最强的战车。其实就不要用那个最高级，因为你这个最高级就是跟川普学的是吗？川普什么事情都是用最高级，我觉得大家应该心里头有数。你今天只要我真的希望台湾的最高级是什么？全球打诈第1名，这个才是我们想要的，对不对？你这些其他这些东西不太可能的，你就不要乱吹嘘。那川普这个人。我想我在台湾，我是这个最早就说了，他说我们是小偷说我们是这个保护费付的不够，已经放下了很多，埋下了很多种子，就是说你台湾如果今天发生冲突，我美国人为什么要帮你？你根本就是偷我们的东西我们今天你今天自己家里头东西被偷了，然后小偷今天需要说，在外面被人家打了，你说，我来帮你，不太可能嘛。就是他已经把你先污名化了，把你污名化之后，他已经有很多正当的理由，根本可以不必出兵。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台湾稍微应该要注意一下。那你说这个108这个辆战车，不管它现在合不合用，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像梁山伯108这个好汉一样，在台湾到底能够有发挥多少我觉得当初我们很多的军事专家都说，你今天买了这个战车，就表示说你已经不准备在海空方面跟对岸稍微有一些这个我们讲说遏制的作用嘛，你就准备已经在这里了。那在这里打，我觉得这个是对台湾的一般的老百姓来讲，这个是最大的梦魇，对吧？如果今天真要打到，如果今天要做任何的军事决定，我们总是希望在境外就能够处理掉嘛，而不是到境内。所以买战车我觉得是美国人把这些东西就丢给你了。他们，我当然知道，在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像现在，因为乌俄战争之后这个开罐头的这种背景出来。但无论如何，我希望我们这一次买完，其实买完你后面的可以不 deliver， 把钱退还给我们也可以了。今天来了38架这个后面还有。68对，还有这个68架要即将过来那